这个世界人均身高2.8米，人类只是被关在动物园饲养的珍稀动物。穿越过来的唐心儿抱紧小小的自己，绝望又无助。然而把她捡回家的男人们却一个个的把她宠成了公主。背生双翼的俊美天使亲手喂她吃饭，桀骜不驯的吸血鬼先生每天抱着她不撒手。人身鱼尾的人鱼王子把最美的珍珠送给她。骁勇善战的兽族王让她坐在高贵的背脊上迎风奔跑。此时的唐心儿躺在草丛中，饿得半死不活，一双无神的眼看着天空中的蓝色大月亮，幻想那是大炊饼。突然她感觉有人过来了。艰难翻过身体，支起一点脑袋看去，一双笔直修长的双腿缓缓走来，眼看就要路过他。唐心儿心里一着急，奋力往前爬动一点，然后伸手扯住对方面料高档的裤腿，使出浑身的力气叫道：“英雄救命！”对方没有愧对英雄的称号，勾着他脏得没了原色的后衣领，把他整个人提到了半空中。唐心儿猛猛地与英雄对视，他见到天使了，这是他第一个念头。天使闪着太阳光泽的金色长发随意地搭在肩头，身后2个大翅膀，还有奢侈的美貌，就差脑袋上顶个光圈圈就能印证他的身份了。天使好高大呀，这是他第2个念头。这时天使说话了，真是奇怪的生物。唐心儿听不懂，只道对着天使发表完最后的感言，伴随着一阵悠长的度鸣声，唐心儿再也顶不住，饿晕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唐心儿抽动着鼻尖悠悠转醒，意识还不清醒，本能的循着食物香气坐起身，一把抱住狼吞虎咽的往肚子里面。肚子饿到极致，吃什么都是香甜的，就是有点噎得慌，想啥来啥。一大瓶盖的水正好送到嘴边，唐心来者不拒的咕咚咕咚的喝下去，然后满足的仰躺回去。随着胃不耐灼烧的痛感淡去，他溃散的意识终于回笼，视线里也能看见食物以外的东西。原来给他投递救命食物的人就是之前那个美貌人族。此时他正饶有趣味地看着自己。唐心儿看看他们之间体型差距，缩了缩肩膀：“谢谢您。”对方似乎没听见，也可能是没听懂，看了他2眼，突然站起身，衣服准备离开架势。唐心儿立马晃晃悠悠站起来，小跑的跟上去拉住他的裤腿。等对方看过来，唐心儿仰着头，可怜兮兮又期待地看着他，然后他就被无情地拎回了原处。唐心儿沉默了下，等他再次离开，他又扑上去抱住他腿不放，俨然一副碰瓷的模样。如此反复数次，唐心儿都准备换一个目标了，男人却先一步妥协了。他再次拎着他后衣领，把他放进路上随便捡的纸箱子里，连人带箱子的抱起就走。纸箱里的空间很大，足够唐心儿探出身体观察这个世界。唐心儿贪婪地望着飞掠而过的风景，不管是能在大树枝之间连接的轻轨，还是高空中悬浮的岛屿，都像极了插画中的梦幻都市，不是21世纪地球上该有的东西。还没看多久，男人提着纸箱里的他进了一栋大楼，周围的羽族巨人渐渐多了起来，他们的翅膀都是白色的，每个看到男人的羽族都隔得远远的，好似他是什么洪水猛兽。唐心儿有些紧张地缩在纸箱里，眼睛却好奇地打量四周。不等他反应，电梯高速的上升让他有些耳鸣，但他已经顾不得这些了，瞪眼看向外面逐渐遥远的圆弧地面。电梯突破了云层，猛地到了空中，岛屿却没有停，还在一直往上。但先前那些人的电梯已经打开，他们展开雪白的翅膀，如一群放飞的鸽子，四散着往各处屋舍飞去。唐心儿眼里满是对新世界的新奇感，半点不知道自己也正在被人观察着。露露丝低头看眼杯纸箱里，瞪大眼睛盯着外面瞧，浑身被植物染得花花绿绿的脏家伙，心情略复杂。他只是心情不好，想一个人走走时会去那片角落散散心，没想到却捡到一只奇怪的小兽。要不是他主动爬过来，他还以为是被人丢弃的布娃娃，投喂了食物就被赖上，鬼使神差就带回了家。他疲惫的揉揉眉心，有些后悔自己的一时冲动，但带回来了就不能再2次丢弃，给小动物造成伤害。叹息的劝慰自己，如果养不了就送去收容机构，或者找个愿意收养它的主人。几秒后，电梯终于停下，唐心儿精神一振，以为黑天使要带着他像其他人一样展开翅膀飞回去时，电梯门打开，却是直达房子内部。然后一只穿着围裙的1.8米大个的母鸡早早等候在门口，口吐人言：“老板，欢迎回家。”唐心儿震惊的小嘴微张，这个世界太疯狂了，母鸡都这么大一只。他突然很庆幸自己一直留在公园，如果贸然出去，说不好早被其他小动物吃掉了。木莎，东西准备好了吗？木莎欢快地拍动翅膀，收到短信后我立刻买好了。露露丝点点头，带她去洗澡。木莎接过纸箱，低头看向瞪大眼睛缩在里面的唐心儿，翅膀拍得更欢了。可怜的小家伙一定遭了不少罪，让我来帮你洗干净吧。看着对方放光的眼睛和一开一合尖嘴里露出的利齿，唐心儿惊恐后缩。他不会带自己回来是把自己当食物送给这只母鸡加餐的吧？想到此，唐心儿脸色苍白的去看男人，奋力的挣扎：“不要吃我，我会干活。”木莎抱紧宠物纸箱，连忙喊住准备去书房的露露丝：“老板，你走了。”他好像很害怕。露露丝闻言回头，正好对上唐心儿瞬间亮起的眼睛，这种依赖的态度让他有些愉悦，走过去接过纸箱：“我看着你洗。”唐心儿还在折腾，转身就见到了堪比游泳池一样大的浴室。他很快意识到他们只是要给他洗澡，顿时放松了下来。如果要吃他，应该是去厨房的水槽里才对。提到洗澡，唐心儿就觉得浑身痒痒，顿时有些迫不及待，以为他会反抗的露露丝和木莎严阵以待，甚至准备了小零食准备安抚他的情绪。结果他一直安安静静地待在角落里，看着他们忙碌，乖巧的不像话。老板，他好乖哦，一直看着你呢。露露丝心头一动，眼神柔和下来，清冷的眸子闪过笑意。实际上，唐心儿看着他只是在想他啥时候出去，他不想当着他的面洗澡啊。然而语言不通的情况下，他们根本无法交流。等大母鸡开始脱他磨成破布的裙子，对方也没有出去的打算。
唐心儿浑身僵硬，人在外星球，不得不低头。唐心儿思考再三，保险起见，不想表现的有智慧，也不想被讨厌。乖巧的未知生物总比龇牙咧嘴的未知生物要招人喜欢。说不得对方眼里他就是只秃毛猩猩呢，没必要羞耻的，给自己洗脑成功，全程木着脸宛如木偶一样任他洗刷刷，竭力放空思绪，不去想身后的男人在全程围观，等全身的泡沫被冲干净，耳边又响起母鸡大婶高亢的惊呼声。天哪，这是什么？好漂亮，好可爱！旁边露露丝也吃惊地看向缩在水池里的未知生物，洗去全身的脏污，一头乌黑顺直的长发打湿后贴在红扑扑的脸颊边，衬得她脸蛋小巧精致，像个仿真娃娃。她的面部轮廓也很柔和，一双湿漉漉的黑色大眼睛清澈明亮。露露丝没忍住捏了捏她的脸蛋，对方也不反抗，乖得不可思议。原本还想送给别人养的念头忽然就打消了，她要自己养，只是她到底是什么？露露丝点开手腕上的智脑开始搜索，最后不太确定地回答穆沙道，有点像是没毛的阿达兽。阿达兽是一种类人形的中型宠物，浑身皮肤和毛发雪白，智力低下，因为一张脸酷似伊特利亚人，在宠物界十分受欢迎。只是眼前这只体型更娇小，身上秃得彻底，皮肤也不似阿达兽那么惨白，头毛也是反常的黑色，也许是另一个品种的阿达兽。穆沙这会儿才不管唐心儿是啥品种，他已经激动地用浴巾裹住唐心儿抱了出去，小心翼翼会给她吹干头发，心疼地摸摸她秃得一根毛没有的皮肤，害怕她着凉生病，赶紧让老板下单购买宠物衣服。等待衣服到来的时间，一人一鸡围着唐心儿观察，唐心儿一律无视，双手抓紧身上的浴巾，假装害怕，缩在角落里对他们的逗弄不予理会。他看着两人望着自己放光新奇的眼神，唐心儿觉得自己如果暴露人类身份，很有可能面临送往实验室的命运，还有可能会承担繁衍更多人类的重任。被自己的脑补吓到，唐心儿不安地缩得更小一团。露露丝见状连忙制止想要抱他的穆沙道，穆沙，不要吓到他，对不起老板，他实在太可爱了。考虑到唐心儿需要适应环境，两人起身去了其他房间待着。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离开的唐心儿确实松了一口气，瘫软在巨大的沙发上思考人生。这个世界的土著都太高大了，随便一个小孩都能一拳打死他。举目无亲，语言不通，心中百转千回，他得出一个结论，他急需抱一根大腿苟着，眼前的黑翅膀天使就是个很好的人选了。看看那颜值，这豪华的房子，还有其他白翅膀对他恭敬的态度，这根大腿值得抱。有了决策，内心也安定了一点，乐观的天性占了上风。唐心儿立刻没心没肺地趴着休息起来。没多久，他的金大腿和大母鸡就带着几件小裙子从门口进来。唐心儿淡定地让他们靠近，然后母鸡大婶像打扮洋娃娃一样给他穿上漂亮的小礼服，中途一直惊叫连连。我的心要化了，她太美了，如果装饰上一对翅膀，这就是一个缩小版的贵族小姐啊。老板，她有名字吗？露露丝抱起唐心儿，感受着怀里小小软软香香的一团，叫软软吧。晚上，房子里只剩下唐心儿和露露丝。唐心儿此时有些汗颜，因为对方像个好奇宝宝一样摸了摸她的长发，又掰开她的嘴巴看牙口，检查她的四肢，还用大拇指轻轻按压她的肚子。唐心儿实在控制不住痒痒，抱着她的手臂挣扎地扭动起来，停下好痒呀。奈何她的声音在对方听来估计只是宠物独特的叫声，她非但没停，还开始脱她衣服。唐心儿吓了一跳，双手抓着领口不让她碰，可她的力气就是纸老虎，一秒被制服。唐心儿急得眼泪都冒了出来。作为需要照顾3个弟弟妹妹的大姐姐，她从小就被剥夺了哭泣的权利。她只在穿来的那天因为无助而哭过一会儿，这会儿被一个异性这样强硬的对待，哪怕知道她的认知和自己不一样，但压抑的彷徨和恐惧宛如火山喷发一般爆发了，哇的一声哭出来。露露丝看着手背上温热的液体时顿时停下了动作，见先前还很有活力的软软突然哭得浑身轻颤，她眼里有一丝错愕。她松开手，软软立刻蜷缩成一团，抱着小小的自己，眼泪流得更凶了。她沉默了一会儿，有些后悔没有留下穆沙，母鸡可是天生的育儿专家。想了想，她小心地抱起她，手指轻柔地擦掉她脸上的泪水。是我不小心弄疼你了吗？唐心儿双手捂脸，觉得特别丢脸。露露丝有些无措，她独来独往，因为翅膀颜色的原因，就算是家人也不会特别亲近她，小孩见了她都会远远跑开，根本没有哄人的经验。她纠结数秒，最后还是点开手腕上的智脑给穆沙发送了短信，说明了现在的情况。很快穆沙便回复了语音过来，小动物第一次到家里都是紧张害怕的，您应该先安抚它，再换衣服，动作也要温柔，敏感的小动物就能感受到您的善意了吗？露露丝低头看向已经不哭但从指缝偷偷看她的软软，学着之前穆沙的样子，把她横抱在胸前，另一只手轻柔地抚摸她的后背，这招似乎很有效果。软软脸蛋忽然泛红，湿漉漉的眼睛里不再害怕，僵硬的身体也慢慢放松了下来，甚至小小的对她笑了一下。露露丝抚摸她后背的手掌微顿，不知道为什么有种想要狠狠揉捏她脸蛋的冲动。唐心儿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，感受到对方在尽力安抚自己了，她有些不好意思，摸摸身上合身的衣服，再想想刚才他们的表现，似乎把她当成了洋娃娃或者是宠物。唐心儿抿了抿唇，念在以后还要靠她在这个陌生的世界立足。在对方再次伸手来脱衣服时，她没有再挣扎，只是坚守最后的小吊带不让脱，靠过来就咬。她决定了，即使暂时要留在这里当宠物或是别的什么，她也要让她知道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。几次过后，她虽然皱着英挺的眉眼，但没有再试图扒掉她的小吊带裙。守卫成功，唐心儿心情变
变好了一点。闹了一会儿，他精疲力竭地靠在他怀里休息。看见他睡了，露露丝抬手瞧了下时间，这才惊觉自己居然一整晚的时间都耗在了一只宠物身上。低头看看缩在怀里安安静静的一小团，太过仓促，家里没有准备宠物房。犹豫了下，他单手抱着软软进了自己的卧室，把已经睡着的软软塞进被子里，自己先去浴室里洗漱一番，再一起躺进去。软软已经缩成一团，睡得香甜。他静静地观察了一下，见他睡觉极其老实，呼吸声低得机不可闻，心中满意，这才动作小心地躺下。第二天，唐心儿揉着眼睛坐起身，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大的离谱、造型内线方便放翅膀的大床上，身边并没有那个人的身影。他赤着脚走出去，然后就见到坐在餐桌上优雅地吃着早餐的男人。对方看见他已经主动走了过来，他抱起他走进了昨天的卫生间，这次没有去浴室，而是在外面的洗手间。他被放进了和浴缸一样大的洗手池中，不知道他要干什么。一把迷你小刷子已经对进了他嘴巴里左右摩擦，他居然手动帮他刷牙。唐心儿强忍住自己刷的欲望，让喝水就喝水。他一捏他的腮帮子，他就配合的把水吐出去。最后一次故意喝一口，很努力的展示自己不聪明，许是他够乖巧配合。对方面上露出欣慰的笑容，摸摸他的脑袋以示夸奖，然后是洗脸洗脚，穿漂亮的裙子，不过穿的并不怎么样，皱皱巴巴的极不服帖，头发也绑得乱糟糟。不过看对方凝眉苦思的样子，唐心儿知道他已经尽力了。他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欲哭无泪又有些想笑，还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奇怪感觉。以前都是他一大早起来帮弟弟妹妹整理仪容仪表，照顾他们刷牙吃饭，哪怕后来进了最赚钱的娱乐圈，但因为公司不行，他就是个连助理都没有的28线，接到的通告都是台词不超过1句的炮灰。虽然这位饲主的服务质量不怎么样，但他真的很用心在照顾他，他很满足了。洗漱完毕，他被抱上了餐桌，男人给了他一个罐头，上面画着一只可爱的小动物，宠物罐头，他果然被当成宠物了。唐心儿没滋没味的咂巴嘴巴，在心里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小目标，等以后在这个家里站稳了脚跟，就闹着要换粮吧。男人见他吃完后，把他放到背包里准备出门，唐心儿心里咯噔一下，难道因为他昨天哭了一场，就要把他送走吗？没想到目的地竟然是传说中的吸血鬼宴会。露露丝重回故土，心情也不错。他幼年有段时间被排挤严重，院长便把他转到喜爱黑色的永夜之都生活。相比自己的故乡，在这里生活的日子还算舒心，而且血族盛产各种稀有矿石。他这次过来就是为了同样受到邀请的贝内特伯爵而来。他的领地刚好就有他公司项目中急需的矿石，在羽族竞标的话，不管价格报价多合理，也不会有人选他。那他就干脆跳过中间商，直接找源头供货商好了。聚会宴会的地方在一栋建立在山头的宏大城堡里。唐心儿趴在车窗上，看着这栋隐秘在黑雾中的巨型建筑，咽咽口水，更多的是兴奋。在侍从的带领下，他们走进烛火昏暗的城堡，接着美丽的侍女们把他们领到了休息用的房间里头。客人，您可以把宠物放在这里，这里很安全，不会出问题的。露露丝谢过侍女，然后把不知道自己要被留下的唐心儿放在床上。唐心儿仰头看他，后者揉揉他的脑袋，便进了浴室去洗漱。出来后已经焕然一新，他穿上一身非常具有吸血鬼特色的黑色礼服，忽略那对显眼的黑翅膀，就像是一位优雅至极的吸血鬼贵族。唐心儿欣赏地打量对方，想着他该给自己打扮了，结果对方只是揉揉他的脑袋，说道：“你在这里乖乖的，我参加完聚会就回来。”直到大门合上，唐心儿失望地在床上打滚。怎么说也是传说中吸血鬼宴会啊，不知道会不会和看过的漫画一样，有一位美丽的少女当祭品。想到这里，唐心儿打个冷战，算了算了，还是待在这里比较安全。可一个人在房间里也怪无聊的，想找点事做。于是他爬下大床，赤着脚丫走到阳台外，仰头欣赏夜空中巨大的蓝月亮。准备回去时，他忽地敏锐地感觉到一股强烈的视线，扭头看过去，就见隔壁房间的阳台上站着一个小吸血鬼。四目相对，小吸血鬼兴奋的瞳孔冒光，然后直接没有做任何防护的爬上了围栏，作势要往他这边跳。唐心儿见此形状，脑海里闪过3个大字：熊孩子。别的熊孩子也许只是折腾他一番，但吸血鬼的熊孩子也许会把他吸干。小孩子可没有克制力，生命威胁下，唐心儿想也不想，转身跑进房间，就要反锁上阳台的门。然而就差一点的时候，那个熊孩子已经跳了过来，在外面推门了。唐心儿吓得心突突的跳，咬牙抵着门，但他感觉自己已经使出了洪荒之力，也无法关上门。门外的死小孩似乎觉得很好玩，竟然咯咯咯的笑起来，听在他耳内就像催命符。他果断后退，熊孩子因为惯性的原因跌了进来。唐心儿趁此机会连忙打开房间的门跑了出去，他要去找露露丝，虽然很冒险，可除了他不知道能找谁求救。刚刚跑出来，身后的小孩就追了出来，一边追一边兴奋地尖叫道：“我要抓到你了！”唐心儿跑得肺都痛了，一转头，小孩嘻嘻笑着，像是猫逗老鼠一般，看起来跑得一点都不费力。他痛恨起自己这段时间的堕落，根本没运动过，很快体力就要用完了。又咬牙坚持了1分钟后，他被人从身后一把抱住。熊孩子稚嫩的声音这会儿只让他头皮发麻：“我抓到你了！”接着他的身体被掰正，小孩可爱的脸凑近他，他拼命往后仰头，可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小正太在靠近他后，神色忽然变得古怪，喃喃道：“你好香啊！”上一秒还算可爱的熊孩子，下一秒眼睛发出红色的暗芒，神色垂涎地看着他的脖子。眼见熊孩子就要实行犯罪，巨大的恐惧下，唐心儿尖叫一声，闭紧眼睛，脑袋用力砸向熊孩子。熊孩子吃痛，抱着他的力气也松动了几分。唐心儿趁机一脚踹开他，拔腿狂奔，发现熊孩子流着口水追上来后，他大喊着露露丝的名字，努力逃命。这时更糟糕的情况出现了，
他的脚在跑动的过程中擦破了皮，流出了一点鲜血。路上出现的吸血鬼侍从见到他后也眼睛发红的加入了追逐中，他更不敢停下，一个小孩他都对付不了，更何况是一群成年吸血鬼，被抓住他就完蛋了。他又怕又累，也不知道自己跑到哪里了，反正看见路就跑。突然脚下的地板不见了，出现了一个黑漆漆的洞，身体下坠的瞬间，立马只剩下本能的尖叫。此时的露鲁斯一手托着酒杯，姿态从容的和自己的目标人物愉快洽谈着今后的合作项目。忽然他的眉心跳了跳，一股不好的预感忽然袭上心头，隐约似乎听到了有人在喊他的名字。他鬼使神差的想到了还在房间里的软软，贝内特友善的提醒道：“露鲁斯，你怎么了？”露鲁斯压下心头莫名的烦躁，笑道：“没事，许久没回来，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有些出神。”“是呢，我们永夜之都可是最好的地方。”露鲁斯不着痕迹的恭维道：“是的，如果不是我需要阳光，我一定不愿意离开这里。”两人话题渐入佳境，一个侍从突然从门外快步走到贝内特伯爵的身边耳语了几句。贝内特笑着的神情瞬间难看起来。露鲁斯直觉不对劲，他连忙问道：“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需要我帮忙吗？”贝内特伯爵调整好自己的心绪：“没事没事，今天来的幼崽们太多了一点，他们闹出了一点小麻烦，我要适配一下了。”露鲁斯理解地让开一条道路：“好的，祝您顺利。”等人一走，他脸上的笑意顿时一收，对旁边的苏蛋道：“你待在这里，我回去看看软软。”“好的。”苏蛋有些迷茫地看着已经大步流星走出去的老板，心中感慨万千。这才分开多久啊？老板真是一刻也离不开软软了。露鲁斯一路出去，转角就见去而复返的贝内特伯爵，边走骂道：“怎么会让人进了禁地？你们是怎么做事的？”身后擦着冷汗的侍从解释道：“是小少爷追着客人的宠物，那只宠物受了惊吓，不小心触碰了机关掉进去的。那个该死的兔崽子！”听到一切的露鲁斯心下一沉，今天带了宠物过来的人只有他一人，那肯定是软软出事。他一脸黑沉的走出去质问道：“我的宠物怎么了？”看到突然出现的露鲁斯，个个脸上的神情都精彩极了。最后还是贝内特伯爵安抚道：“别担心，我们现在就是去找他的，你快来吧。”唐心儿尖叫着，不知道从多高的地方摔下，感觉自己不死也惨死。一股轻柔的力量在空中接住了他，然后慢慢的下落。他缓过神后环顾四周，然后傻眼的看着这个地下宫殿。这里的气温很低，唐心儿能看见自己呼气时的白气。他抱着胳膊缩着肩膀，小心翼翼地喊道：“有人吗？”回答他的只有静谧的空气。唐心儿苦了脸，冷得牙齿打颤。他还没穿鞋，干站这里等太煎熬了。于是他大着胆子试探着往前走去，那里有一条幽深的道路，不知道通向何方。刚走2步，他身形忽然一顿，竖着耳朵警惕地盯着前方，那里亮起了一盏盏拳头大小的红光。唐心儿僵直地站在原地，感觉后背出了一身的冷汗。随着那些红灯笼慢慢显现出身形，赫然是一群金毛大小的一种生物。红色的灯笼是他们脸上比例失衡的眼睛，看得他从脚底心凉到了天灵盖，立马调转身形往另一个方向奔逃而去。唐心儿一动，所有的异种像是得到信号一样一起嚎叫着冲了出来。唐心儿都不用回头，光听那恐怖又兴奋的嚎叫声，就让他感受到死神的镰刀就悬在他的头顶，恐惧让他控制不住的大声尖叫。他眼角挂泪，惨叫着一路向前狂奔。忽然他看见了前面出现了许多的木质棺材，棺材放在一个个高高的石台上面，无数的藤蔓状植物缠绕其上。唐心儿见状眼睛大亮，原本已经快到极限的体力忽然又注入了新的力量，他爆发了潜力，手脚并用的爬上藤蔓，纵身一跃荡到了高台之上。回身一看，异种们好像更激动了，发了疯一般往上跳。唐心儿小脸苍白的念了一声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，然后使出吃奶的力气开始推棺椁，十分感谢这里的棺椁没有钉钉子，还是滑盖的，用不了他多少的力气就推开了，顾不上观察里面有什么了。性命攸关的时刻，唐心儿一咕噜爬进去，然后关上了棺材盖子。黑暗中他只听得到自己急促的呼吸声和心跳声，脑袋贴在棺材内壁侧耳倾听，外面的动静渐渐的变小了。唐心儿心神一松，彻底歇菜，后知后觉感到了舌尖的刺痛和血液的甜腥味，以及脚腕一动就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感。刚才全身心的只顾着逃命，完全没有注意到身体上的变化。棺材里很宽大，他摸索着爬起来，还没碰到自己的脚腕，有什么东西突然抓住他的腰身。唐心儿呆了1秒，鸡皮疙瘩传遍全身，头发都竖立起来，随即爆发出了巨大的惨叫声。他整个人手脚并用的划开了棺材板，忍着脚腕的剧痛就要往外爬，手刚刚搭上去，他突然就腾空而起，翻了个面，然后见到了身后那诈尸的人，看清他的模样。唐心儿的尖叫声渐渐消音，只剩下满眼的惊艳，身后是让人看一眼便目眩神迷的男人。他失神了几秒便回神，看见对方那泛起血色的眼睛，他知道对方的危险性和他的颜值成正比，努力双手撑着他结实的胸膛，企图拉远彼此的距离，但是对方显然不想这样。华丽的吸血鬼先生低头慢慢凑近他，唐心儿双手从他的胸膛离开，撑在他的俊脸上。你别靠近我，我不好吃。他的抗议在对方面前就像3月小儿撒娇，一点作用没起到。对方凑得更近了，近到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他在嗅他嘴巴的味道。唐心儿反应过来自己的舌尖在流血，刚想闭紧嘴巴已经晚了，对方的嘴唇猛地贴了上来。唐心儿只觉得那一瞬间自己大脑只剩一片空白，感受到对方的舌头在吮吸他的伤口，酥酥麻麻又有点刺痛。等觉得呼吸不过来时，对方终于放开他，可对方的神情变得更疯狂了，他眼泪吓得哗哗流淌。伦纳德品味着那香甜的气味，
味，只有一点点，已经让他兴奋的浑身每个毛孔都张开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个世上怎会有如此美味的血液？他想要更多。他急切地扯开他的领口，隔着娇嫩的皮肤，他都能感受到底下涌动的血管，尖牙不受控制地冒出来，张开嘴就要品尝这唤醒他的世间美味。一阵飓风袭来，打断了他的进食。放开他！突如其来的厉喝和黑影让伦纳德下意识地抱着怀里的小人往后避开。唐心儿从听见熟悉的声音时便惊喜地扭头看去，露露丝的眸子里闪烁着冰冷的怒火。见到自己的靠山，唐心儿连忙挣扎着往他的方向伸胳膊，可身后的人却把他紧紧禁锢在怀中，任凭他如何挣扎都没有用，急得眼睛都湿润了。刚才要不是露露丝及时赶到，他铁定已经是一具干尸了。过不去，只能眼巴巴地看向面色越发黑沉的露露丝。露露丝触及他求救又害怕的目光，心口像是被人攥紧般难受。放开他，软软是我的。跟着来的贝内特等人此时看见亲王苏醒过来，震惊中回神，全部激动地涌到前面单膝下跪。尊敬的亲王殿下，祝贺您的苏醒。亲王伦纳德没有理会自己的族人，也没有回答露露丝的话，低头看向怀里的小家伙，好奇问道：“这不是你们送来的祭品？”贝内特有些汗颜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早就不流行血祭唤醒了。但面对血族现在唯一仅存的超纯种亲王，他不敢不回答：“亲王殿下，你已经陷入沉睡300年了，血祭太过残忍，与法不容，已经废除了。这只小宠物是不小心跑进来的，并不是我们安排的。”伦纳德狭长的眉毛微挑，这才正眼看向露露丝，语气歉歉的道：“把它送给我，你要什么都可以。”露露丝丝毫不买账道：“我并不缺什么，软软闯进禁地很抱歉，但这也是你们的工作失误造成的，现在请把它还给我。”伦纳德在他说话时，低头凑近唐心儿，深深的吸一口气，露出陶醉享受的表情，十分想不顾在场众人，直接愉快的吸食。这只小宠物的血液对他有着致命的吸引力，只刚才品尝的那一点点，就让他度过了长眠的虚弱期，还回去是不可能的。对于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他向来是不择手段的。那你来抢吧，抢不回去，它就是我的了。露露丝眼眸沉了沉，也不再说话，翅膀一挥，身形快疾如风的冲了过去。唐心儿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整个人就被带着急速后退，接着他被抛向了高空，强烈的失重感让他难受的惊声尖叫起来，心中把抛他上天空的伦纳德诅咒了100遍。他以为自己就要摔死时，一双手托住他的腰，被抱进怀里。他死死闭着眼睛，还没看清楚是谁，身体又一次被抛上了天空。伦纳德恶劣的笑道：“再来2次，小家伙大概就因为京剧心脏骤停死掉了。不想他死掉的话，现在就把他送我，我会好好养的。以后他生了宝宝，我会送一只给你做补偿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软软世上仅此一只。”伦纳德一愣，露露丝趁此机会飞上去接住了已经晕过去的唐心儿，慌张地检查了一下他还有心跳，这才抱着人顺着来路出去。看着他们离开的伦纳德也不着急，回头问贝内特道：“那是什么生物？”贝内特老实说道：“不知道，确实没有见过那个品种的宠物。”伦纳德略一沉吟，下令道：“给我抢过来。”唐心儿醒来的时候，睁眼便看到一根闪着寒光的细针朝着自己的方向扎来，昏睡之前的记忆瞬间涌上心头。“别过来，别过来，软软，别怕，没事了，已经没事了。”直到身体被抱进一个温暖的怀抱，感受到对方强有力的心跳声，还有耳边露露丝温柔又带着一丝急切的熟悉呼唤，他渐渐冷静下来。唐心儿猛猛地抬头看去，露露丝目光下脸，眸中带着明显的关切。看到他在身边，唐心儿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经安全了。他向四周看去，发现旁边站着一个兽耳医生，刚才看到的针管就是他手上拿的注射器。他已经回来了吗？太好了！紧绷的身体一放松，整个人软绵绵地靠在露露丝怀中。露露丝见状，冲旁边的兽耳医生点点头，后者抓紧时间，在唐心儿的手臂上注射了一针退烧剂，然后对露露丝说道：“是受到京剧导致的发烧。”露露丝没说话，只是眼眸更冷了一点。兽耳医生看一眼露露丝，没忍住试探性地问道：“软软发烧有点严重，建议应该住院观察。我这里有最好的医疗条件，能够让他更好的好起来。”露露丝一眼看穿他的心思，如果是之前听到这样的提议，为了软软的身体考虑，他也许真的会同意让软软住院。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，他一点都不放心把软软交给其他人，必须放在眼皮子底下才行。不用，你开药吧。兽耳医生晃动的尾巴垂下去，虽然心中惋惜，还是尽职尽责的嘱咐下了在家要怎么照顾生病的宠物。露露丝认真记下医嘱，付过钱之后便抱着唐心儿出了诊疗室大门。路上，唐心儿像被霜打的茄子一般趴在露露丝怀中，余光瞥见不少路人难掩兴奋和激动的神情看着他。不好的回忆闪现，他立刻把脸埋进露露丝怀里，双手搂紧她脖子不让人看。胆小如他，这次出远门给他造成了一点阴影，也让他明确地感受到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露露丝身边，到处都充满危险。几天后，大门被打开，突然造访的安格里进入房间，他试探性地询问道：“大哥，你可以把软软交给我照顾吗？我刚好今天放假。”安格里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是软软似乎并不喜欢你。原本他只是想带着软软给自己喜欢的女神戴安娜看看的，看眼确实不待见自己的软软，安格里灰溜溜地离开了。本来想放弃的，但是同学们却并不想放弃。面对一双双期盼的眼睛，安格里觉得他还能再挣扎一下，明的不行，他决定来暗的。好不容易等到穆莎回来上班，他准备闯进去直接带走软软，结果软软还是不在家。穆莎告诉他，露露丝带着软软去公司拍摄新的戏。
写真集了。虽然没有带走软软，但把写真集的好消息告诉同学们后，大大减轻了他的压力。同学们纷纷表示等写真集出来都会购买的。不过第二天接着锲而不舍地追问他什么时候才能把软软带出去。死对头托比因像是抓到了他的小辫子，这几天时不时趁机在戴安娜面前讥讽他说大话，这让安格里十分不好受，也刺激得他更加想要把软软带出来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他亲爱的父亲母亲就帮他解决了最大的困难。陆父陆母从外地出差回来，直奔露鲁斯家，关心了一番儿子和唐心儿，然后得知露鲁斯要去外地参加一个重要的商业活动，担心没时间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软软，陆母趁机提出帮他照顾唐心儿。露鲁斯沉思半晌，觉得这是最优解。陆府是老牌家族，家里的房子地段每天都有巡逻队重点巡逻，虽然不舍得和软软分开，但确实比跟着他出远门来的舒适安全，于是便同意了。露鲁斯走后的第二天，安格里问道：妈，我的同学们也都很喜欢软软，我可以邀请他们来我们家陪软软玩吗？陆母想也不想就拒绝，不行，这是你大哥对我们的信任，妈妈不想节外生枝，儿子你听妈的，这次我们照顾好软软，以后你有的是机会喊同学来看软软。听到这话他只能作罢，点开同学群，想和他们说一下情况，一打开就瞧见托比因又在群里阴阳怪气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。安格里，你这都多少天了，到底行不行啊？大家还等着呢，能不能有个准数？戴安娜，我知道有家宠物店刚刚进了一只品相特别好的阿达兽，你不是想要吗？明天放学我可以带你去呢。安格里心一横说道，不用再等了，明天我就带软软去学校，大家帮我一起瞒着，别让老师发现就行。他一发声，潜水的同学们纷纷冒泡，高高兴兴地表示一定不会让老师发现，只要他能带来学校，全班就一起帮他打掩护。安格里嘴角含笑地关闭班级群，看一眼餐厅里正在吃饼干的唐心儿，露出了志在必得的笑意。唐心儿忘我地啃着大饼干，突然感到后背一阵寒意，扭头看去，只看到安格里那个熊孩子正盯着自己看呢。他见怪不怪地扭过头去，继续啃着饼干。有陆父陆母在，那熊孩子不敢对他怎么样。也许是换了个环境，换了张床，身边躺着的人也不是熟悉的露鲁斯。唐心儿挣扎到后半夜才撑不住地睡了。等他再睁开眼，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漆黑黑的狭小空间，仔细感受下，发现自己似乎在什么背包里。他有些慌乱起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会睡一觉又穿越了吧？没一会儿，头顶的方向拉开一个小小的口子，安格里那熊孩子的半张脸冒了出来，对着他嬉戏道：软软别怕，这个家伙是什么时候把他装进背包里的？想干什么呀？他好奇地探出半个脑袋往外看去，周围是和安格里差不多年纪的少年少女，空气中到处都洋溢着青春的气息。唐心儿立马明白这里应该是校园了，他大学没读完就被迫辍学出门打工了，心里对校园总有一种神圣的向往，只是还没看几秒，安格里像是做贼心虚似的把他的头往里面按按，快进去，现在还不能出来。重新回到漆黑的背包里，唐心儿微微嘟了嘟嘴，大致猜到了安格里这个熊孩子带他出来是为了什么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唐心儿感到安格里把他放了下来，周围少男少女的嘈杂声隐含激动，他屏息等待着。过了一会儿，头顶的拉链被拉开，他举头看去，立刻被挤挤挨挨的人头吓了一跳。少男少女们看见他也是眼眸泛光，女孩们已经捂着嘴尖叫起来，他好像仿真娃娃呀，怎么长的呀？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安格里还算靠谱，见到唐心儿有被吓到，赶紧维持起秩序，大家保持安静，你们这样会吓到软软的。他胆子特别小，连着喊了2、3声，同学们才逐渐安静下来。唐心儿刚平复一点加速跳动的小心脏，就被安格里抱了出来。他的身上还穿着昨晚睡觉的白色连衣睡裙，配着他略显毛躁的长发和呆萌的表情，一瞬间俘获了所有女同学、男同学的心。尖叫声再次压抑的响起，安格里得意的指挥道：排队都排队，软软还没吃早饭呢，我们先喂他吃个早饭。他拿出背包里早就准备好的早餐，把唐心儿抱到自己腿上，他一点点把面包掰碎了喂到唐心儿的嘴边。唐心儿这回很给他面子的，接过来抓在手里小口小口的吃起来。他一吃东西便会忘记自己在何地，心里眼里都只有眼前的食物。挤在最前面的戴安娜看得心痒难耐，忍不住请求道：安格里，可以让我喂吗？自己喜欢的女孩开口，那必须得满足她。安格里含笑点头，绅士的起身。没一会儿，唐心儿就换了条大腿坐，他浑然不觉，接着吃东西。戴安娜像是在做一件十分重要的实验般细微谨慎，但在看到唐心儿根本不会因为换了主人而哭闹后，立刻喜笑颜开，看向安格里的眼神都比往日要温和许多。唐心儿已经吃完了手里的，没有得到新的食物，猛猛的抬头，见身后换了人也没在意，只是伸手要吃的。戴安娜连忙递上面包，笑看着他吃，一边喂一边偷偷摸唐心儿的头发。这时唐心儿吃得太快，被噎得直伸脖子，旁边的女同学赶紧推安格里，快拿水来。戴安娜机灵的不等安格里动作，拿过自己的水杯，满脸温柔笑意的喂着唐心儿。唐心儿来者不拒，捧着对方手心的水杯接连喝了好几口。大家看他这么好脾气，不管安格里的安排，纷纷掏出自己可以给宠物吃的零食投递到唐心儿嘴巴，有的人暗中较劲推搡，仿佛一群等待皇帝宠幸的妃嫔。唐心儿无知无觉，等小肚子饱起来，他便停下进食，懒洋洋地躺在别人大腿上。有人掐着秒表催促幸福中的男同学：到我了，你给我闪开，该我抱了。几个原本对宠物无感的男同学这会儿也默默地排队，只有和安格里不对付的托比因坚持了自我，冷哼着不看这边的热闹。愉快的时间也总是过得很快，上课铃声准时响起，几个没有抱到唐心儿的倒霉孩子哀叹的好大声。下节课休息要先从我们开始。安格里摆摆手道：知道了。老师来上课的时候，敏锐地发现今天同学们的状态相当精神，他眉毛一扬，不禁疑惑这群小鸟们是不是提前得知了消息。多年的教学经验告诉他，
猜不透就不猜。他拍拍课桌，笑呵呵地宣布道：“同学们，今天测试，现在把你们的课桌都给我封闭起来。”全班同学都傻了眼，尤其是安格里身体瞬间僵硬。唐欣儿察觉气氛不对，也不敢轻举妄动。安格里踊跃发言：“老师，您怎么没有提前通知？我们都没有准备，可不可以明天再考？”少废话，这是检验你们成绩的好办法，快点把你们的课桌封闭起来。安格里紧皱了眉头。学校为了防止学生作弊和坏学生恶作剧，课桌的设计是可以关闭的，可一旦关闭，里面的氧气根本不够里面的软使用。可如果被老师发现自己带宠物来上课，肯定会叫来家长。再严重一点，大哥要是知道了，那就彻底完了。正不知如何是好时，老师的智脑忽然响了起来。他随手接听，不知道对面的人说了什么，原本平静的面色突然变得肃穆起来，交代一句让他们好好准备便出去了。趁此功夫，大家离开自己的座位，围着安格里想办法。教室就这么大，又能藏到哪里去呢？最后还是托比恩摸着鼻子壮士不经意地道：“教室的天花板上有夹层，高度刚好够软待在里面。如果他够乖的话，是不会被人发现的。”大家全都回头看向他，他不自在地说道：“干什么？不行就算了，干脆被老师发现好了。”安格里冲上前拍拍他的肩膀，高兴地说道：“托比英，这真是个好主意，没想到你这么仗义。来，大家帮个忙，把软放上去。”就这样，在全班的通力合作下，唐欣儿抱着一堆零食躺在了天花板上。安格里合上板子的时候，摸了摸他的小脸：“软，你快睡觉吧，千万别出声哦。”为了防止他害怕，安格里细心地在天花板上留了一条细缝，可以让唐欣儿看见下面的教室。唐欣儿无声地叹口气，事到如今也只能帮着熊孩子隐瞒这件事。没多久，老师就回来了。同学们，今天咱们不考试了。教室里立时响起一片欢呼声。老师示意他们安静，然后宣布道：“刚才接到校长电话，今天有一位重要的学长来学校看望曼哈顿教授，在校长和教授的请求下，他愿意给你们做一场临时演讲，所以大家现在跟我一起去礼堂吧。”大家面面相觑。托比英举手问道：“老师，是哪位学长啊？”老师也不卖关子，略显激动地报出了他的大名丹·杰拉维。听到这个名字，同学们立马骚动得比刚才不用考试还要兴奋。躲在通风管道里的唐欣儿见此情景，很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。下面的喧哗还在继续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将要见到偶像的兴奋之情。菩提托木学院教师资源优秀，每届入读的学生又是整个国家的顶尖人才。每届学生里出现1-2个风云人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，但近几年风头最盛的便是杰拉维学长。优异的成绩是标配，但让他在一众佼佼者中脱颖而出的却是他那狗血一般的身世。杰拉维是一位混血儿，他的母亲是一位美丽的平民女族少女。40年前的某一天，这位美丽的少女去海边度假，突遇了风暴。当她掉进汹涌大海里即将死掉的时候，遇到了杰拉维的父亲，一位美丽强大的人鱼王。两人王八看绿豆看对了眼，于是跨越了国度和种族，迅速怀上了杰拉维学长。众所周知，人鱼族是现今比血族还要注重血脉的种族，可想而知，他的母亲不但没有如童话故事中那样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，而且邂逅的男人还是一位海王。他同时拥有13位妻子和16位皇子，10个公主，孩子多了就不那么稀罕了。得不到名分的无知少女气急之下意外早产，可当看到杰拉维既没有人鱼的鱼尾，也没有羽族的双翅，像个畸形儿后受不了多重打击，没过多久就香消玉殒了。杰拉维学长便被送往了福利院，因为不同寻常的外表，他常常受到排挤和欺负，但杰拉维凭借自己聪明的头脑和意志，硬是半工半读考上了菩提托木学院。就在所有人以为他就要以这样怪异的外表生活下去的时候，在他成年的那一天，居然奇迹般的幻化出了一条绚丽的鱼尾。